今天是2017年12月11号星期一。那我在网络上订购的史迪卢的170、180的零件已经送来了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常用的耗材零件啊。初步送来的给我的感觉，它的品质做的应该还不错，在包装上也很细心，几乎每一个样品它都有做一个包装。 像高压线圈的部分、油壶、消音器、过滤的东西，它比较贴心的地方是说，我要的很多的珍珠轴承，我有要求他帮我做分类，然后他确实有帮我做到分类，他每一个细项都有帮我分得很清楚，所以很方便，在我确定要大量的零件的时候，可以很清楚知道说要哪一些零件。这次都买一些小耗材了，因为之前收到好几台史迪卢 MS170、180的。 那我先买一点点零件来当做测试，那测试 OK 以后就会大量进购。像我买的这个链轮，它上面是写优质品，那目前它寄来的跟原厂的东西好像一模一样，都有标一些号码啦，然后它的品质初步看起来也是相当优良啊，都有原厂的 mark， 不知道是不是仿的我就不晓得了。史迪卢的我买2种规格，因为这2种规格的链条我都有。 巨版我有2手的，不晓得它是配哪一个规格的，反正到时候都换就对了。那这次也多买了化油器，初步看起来这个也是仿的，还有买一些较特殊的化油器调整的工具，我买了常用的几种，它里面的规格都不太一样的，这个留着后续再用。 其他的就是一些小零件了，等一下我会将一些零件用在 MS180，那我先把这边收一下，接着继续来完成这一台的零件更换。这一台是 MS180C 的，它是属于轻拉型的，之前就是缺少离合器的零件，它是7齿的。 我记得它之前里面有缺一些零件，那我先把一些零件找出来，初步先把一些相关的零件拿出来。我自己在卖零件之前，我一定要先试用过，我才会卖。我觉得不错，我才会大量进货，才会在网络上卖。试验阶段总会有一个试验期的期间嘛，那我就会先把买回来的零件换上去。 试用看看，因为这个是之前它是轻拉型跟免螺丝调整的，所以有一些部分的零件要修改。那我先把这一些确定可以用的零件，我先把它拆下来，因为要换买来的零件下去做测试。离合器的部分，我有一台 MS170的，到时候再把这一个买来的换到那边去好了。那目前看起来规格应该是一样的。 不过我们还是要先做测试啊。不过等一下有另外一台，我可以用另外一台做测试。这边的规格我看一下说明书，说明书找到了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说明书上的说明，一一把零件装回去。那我买到的它的遮护盖是双孔的，所以我这边要把它改成双孔的。那先进行修改。那我们先来试这个遮盖，有一点点会挡住。那我们看另外一个看看，它2个规格应该都一样的。应用还是可以的，装上去是规格还算吻合。那离合器我们也是先把它拆起来，试试看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就拆起来了。那我们用新买来的用用看，先试装看看，还不错啦。虽然说没有跟原厂的一样，厚度也是差不多。 那装看看，哎，可以装，那就代表规格 OK。这一台还是要装原厂的啦，原厂的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我看一下这一个旧的，我给它换新的看看，新旧还是有差啦。原厂的它都会有一个 mark 在，新的稍微紧了一点。这个仿的好像有一点难装。 有一点难弄，那我一样拆6齿的好了。 有一点装不下去，它规格可能有一点点差别。先把它拔起来。它新的可能有一点点规格上的落差啦，不是很好装。那规格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的。那我们这个等一下装170的看看，这个我们先沿用，感觉厚度应该是差不多的。那我们看它所需要的零件下去装，它有一个大片的，之前就是缺一个大片的。 它缺一个这个大片的链轮挡板，看一下它怎么装，看不太出来，不过应该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涡距装进去以后装这个，那目前看一下应该是 OK 的。那我们就把原厂的离合器装回去。
那接下来就是装这个。那史蒂鲁的它这边都会有一个小孔，那就是针对那个叫怎么讲，忘记了。反正你就把它对好放进去，再转的时候能够卡到它就可以。那我顺便换一颗买来的轴承，用用看，看它品质好不好。250的通用的，这是旧的，这是新的。旧的它是塑胶的外壳，新的我是买铁的材质，理论上应该会比较耐用。不过我这一颗还是要先留着，先换新的看看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垫片虽然有旧的，但是我也有买新的，我就换新的用用看，因为我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规格正不正确啊，要不然到时候卖给网友规格不对就完蛋了。好 ，OK， 那还有这个卡榫，你把它装上去看看。哦，还蛮紧的，这样子规格都正确了。接下来调整的这个，先给它拆起来看。跟量比较一下，原厂的是可以在旁边调整的，那我买的这个它是在前面调整的。那有调过这个人都知道，你要在前面调整，坦白讲会比较好调整一点。那它的规格范围可能就会缩短很多，然后要再锁一个螺丝。那它这边有一个螺丝孔，那理论上都是通用的，我看一下。我们把新的装在170好了，所以我后续还会播一篇170的。那我们这个就沿用原厂的，就把它装上去而已。那这个洞它有一点 KK 啊，它装上去有一点 KK， 所以要么就修这一个，要么就钻这一个。那我暂时先都不动，就先保持这样子。那我这一台的离合器就已经安装完成了。那我看有没有买着面具来装。用原先其他同规格的链条应该就可以了。看一下，还可以锁得起，还不错，来试试看。那目前测试起来没有问题。链条太松了，看一下刹车，可以。好，那这样就代表这个板子是 OK 的。我们先把它调紧一下，坐在这边坦白讲比较不好调啊。那链条再调，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，大概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OK， 那这一台的零件更换，目前这样子就算 OK 了。那零件就等测试的结果。今天是2017年12月12号星期二，今天又来到这边是要测试上次整理的这一台 MS180C 的，它是属于轻拉型的。测试我是用这种柳安木，就是比较硬一点的实木下去做测试。例如的大部分做的化油器都是自吸式的，就是你要一边拉它有慢慢吸上来的。它没有按压油球式的，所以在发动上会比较麻烦一点。所以我刚才花了大概1-2分钟的时间，先让它热机。那初步测试机油都有喷出来了。它只要发动过一次，基本上要发动应该就会变得比较好发动。稍微测试一下，要先把它主风门关掉，这样子减少空气进入，增加油气浓度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发动一点。轻拉式的比较好拉，就这样子一拉就发动了。然后因为我刚才有事先热机了。那你拉起来以后，主风门还是让它保持关闭的状况，大概10到20秒的时间。你再把它打开，让它先吸一点油气，让它引擎热起来。再把主风门打开。那通常我的建议都不要直接超机你先让它跑一下子，让它热机一下。不要硬吹啊！你硬吹升机嘛袂堪的。那我们大概测试一下上次整理的。那离合器啦、刹车的部分，那这样子代表刹车是正常的。那我现在先稍微试锯一下，这一台目前都没有漏油了，那整台状况还算不错啦，引擎马力蛮足够的。来测试一下。大概是这样子。
那引擎我们基本上也要听一下它回油的状况。回油的状况还算不错，代表这一颗化油器的目前的状况还不错。刚好有飞机飞过了，那你大概吹个5秒到10秒的时间，那听它回油的状况。如果你回油好像感觉会断掉一样，那这样子就不对了。你要回油要很顺，像这样子上去，然后下来这样子。那测试关闭。那这一台的状况目前就是这样子，已经调整到相当不错了。那我的习惯就是擦完以后，我会稍微把它整理干净。现在如果测试完以后，我们就是要把油漏出来，然后发动到自然停止，一定要有这个步骤。除非说你链锯是每天使用，那就不用。那你如果今天用完，你可能过了1个月、2个月，甚至半年以上，你才会用到。那油一定要把它用光。那我现在操作一下有用光的步骤。那我们先把剩余的汽油倒掉。刚才已经有热机过了，所以你在第2次拉的时候，通常是不用再把它切到主风门关闭的部分，直接拉应该就会发动的。直接拉就会发动。除非说你在拉的时候不好发动，你再把它切到主风门的部分、关闭的部分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化油器里面的汽油吃完，这边比较没有人会抗议哦，我就会用吹的。突然间，如果听到它的声音异常的拉高，然后转速会变得比较快，那就是吃到快没有油了。这一台的初步测试目前都是正常的，那就没有问题了，代表我这一台整理的算成功了。还有发动到停以后，我的建议再拉3到5下，看它会不会发动。那不会发动就 OK 了。那如果会发动就要持续哦，持续到它不会发动为止。停了以后，再重复我刚才讲的那些步骤，就是再重复拉3到5次，看它会不会发动。多拉几下都没有关系，一定要拉到它不会发动为止。那这样子就 OK 了。那这一篇就做到这边为止，谢谢观赏。